前几天火力军做了一期印度空军战机相撞的视频，里面介绍了印度空军大大小小的多起事故。不过印度空军飞机虽然摔得多，但好歹摔的全都是购买的外国货，自己研发的 LCA 光辉战机那可是一架都没摔过。而相比之下，印度海军则战绩更辉煌，不仅炸过从俄罗斯租借过来的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连自家最新研发的首款战略核潜艇也差点搞沉。本期视频，火力军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印度海军潜艇部队的灾难史。众所周知，印度一直都有一个大国梦，其开国总理尼赫鲁就曾明确表达，印度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而要成为一个大国，一支强大的海军是绕不过去的门槛。在印度海军的作战序列中，驱逐舰、航空母舰都能够买或造，但潜艇部队就有些特殊了。常规潜艇还好说，目前印度海军现有3个型号，共15艘，由老到新分别是德国的209型、俄罗斯的基洛级877型以及法国的犹豫级。但核潜艇作为2次核打击的关键性武器，是维持各大有核国家之间战略核平衡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的限制，全球几个核大国都禁止对外出售核动力船只，但印度自身没有建造核潜艇的经验，凭空建造不现实，买又买不到，要如何才能发展自己的核潜艇呢？这时印度将目光放到了苏联身上，毕竟苏联是印度最主要的军事合作伙伴和武器供应国，既然买不到，那花钱租赁总可以吧。于是在1982年4月，印度花高价从苏联租用了一艘查理级670型攻击核潜艇，并改名叫查克拉号。这个查克拉可不是火影里面的查克拉，印度语中查克拉意思是战神，可见这艘核潜艇在印度人心中的地位。在此次租赁协议中，印度的超能力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苏联甚至同意向印度转让部分核潜艇技术，印度这才得以启动自己的核潜艇计划。只不过印度人的计划向来是说变就变。90年代初期，印度核潜艇的发展方向一直是携带常规巡航导弹的攻击核潜艇。然而随着死对头巴基斯坦的核打击能力逐步增强，印度政府着急了，迫不及待地想把印度计划中的攻击核潜艇改造为能携带核弹头、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略核潜艇。因此在1998年，印度将已经研发的差不多的攻击核潜艇强行修改为战略核潜艇。这或许也是世界上唯一一艘由攻击核潜艇改为战略核潜艇的潜艇了。最终这一计划发展出来的便是印度第一款核潜艇歼敌者级。该级的首舰歼敌者号便是基于俄罗斯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设计，歼敌者号排水量仅6000吨左右。这不仅意味着其是世界上最小的战略核潜艇，同时也意味着该艇的空间冗余非常有限。该型潜艇从整体上来看接近攻击核潜艇，可却携带了弹道导弹。在歼敌者级的研发阶段，印度就同步开始了与之配套的潜射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这次印度人却一反常态的没有选择冒进，毕竟弹道导弹一旦发生事故，那威力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们选择研发一款小型的只能携带单枚核弹头的轻型弹道导弹，来装备自家的首个战略核潜艇。而这款导弹就是如今该级艇上装备的 K-15 潜射弹道导弹。相比起其他国家动辄6000千米起步的满载射程， K-15 导弹在满载状态下的射程仅有短短750千米，这个距离只能勉强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几个大型城市。对于那些海岸线更长、战略目标更多、战略纵深更广阔的潜在对手来说， K-15 导弹基本上起不到什么战略威慑。世界主流的战略核潜艇标配都是万吨艇加万里弹，即要求核潜艇排水量在1万吨以上，并搭载射程超过1万千米的潜射弹道导弹。美国的俄亥俄级、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都满足这一标准，6000吨级的歼敌者号距此差之甚远。同时这些核潜艇携带的导弹数量也不是歼敌者号可以比的。以俄亥俄为例，该级艇装备了24个垂直发射管，满载情况下的24枚3叉戟导弹共计可装载288枚核弹头，射程高达12000千米。而歼敌者号装备了4个垂直发射管，满载状态下仅12枚 K-15 导弹，并且不到1000千米的短射程会使歼敌者号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不得不非常靠近对方的海岸线进行活动，这使其更容易被敌方提前发现。除此之外，歼敌者号上搭载的压水反应堆功率仅为80兆瓦，是所有同类型核潜艇中功率最低的。
印度宣称该反应堆由印度原子研究中心研发，但实际上却是出自苏联设计团队之手，其使用的是苏联第2代核反应堆技术。这一技术的优势是印度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低浓度浓缩铀燃料，缺点嘛就是稳定性不高，维护周期短。然而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其不受燃料限制，能够长时间在大洋深处的秘密地点执行战略巡航。美俄等国的核潜艇执行巡航任务一次往往都是长达数月，而印度虽然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战略巡航，但却仅仅持续了20天。原因正是歼敌者号的心脏，也就是核反应堆出了问题，其配备的核推进动力包存在严重的耐用性问题，因此歼敌者号的出航维护周期要比一般的战略核潜艇更加频繁，同时航速也难以达到当今主流核潜艇的水平，其最大水下航速仅为24节，而前面提到过的歼敌者号需要贴着敌国的海岸线才能够得着打击目标，这大大增加了其被发现的概率。而一旦被发现，仅凭那24节的水下航速，根本逃不出反潜舰艇和飞机的围堵。在手短腿又瘸的双重作用下，歼敌者号被誉为最弱核潜艇都不为过。不过，虽然其性能弱，但好歹也是印度举国之力打造的首款战略核潜艇，前后共耗资30亿美金。然而，就是这么一艘印度的骄傲，却在印度官兵的操作下差点原地沉没。2017年，歼敌者号核潜艇正式进入印度海军服役，然而就在同年2月就发生了进水事故，差点沉没。按照印度官方给出的说法，当时该艇正在港口内锡泊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工作，但不知是哪个没脑子的水兵把潜艇的后舱盖错误地保持打开状态，使大量海水直接涌入了舰体，关键还一直都没有人发现。于是舱门就这样一直开着，海水就这样一直灌着，潜艇就这样一直在水里面泡着。等发现时为时已晚，海水直接泡坏了核反应堆和舰上的大量电子器件。不过幸好当时事故发生在港口内部，及时关闭了核反应堆，否则后果无法想象。当然，对于印度军方这样的说辞，有人表示怀疑，因为潜艇停在港口，说明歼敌者号当时并未处于下潜过程，除非印度人把舱门修在水线以下，否则并不会出现大量海水倒灌入核潜艇内部的情况。因此，有专家认为，该艘核潜艇进水可能是因为没有关闭海水管路或者水箱的检修门，从而导致海水大量涌出，再加上紧急时刻又没有应急处置成功，最终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结果。不过，无论真相到底是什么，都反映出印度海军官兵那低下的训练水平。当然，印度海军潜艇部队的灾难史不止这一件。2012年，印度从俄罗斯租借了一艘阿库拉级971型攻击核潜艇，该艇排水量超过12000吨，最高航速30节。这艘核潜艇能到印度也是机缘巧合。俄罗斯于1993年开始动工建造，但在建设后期因为缺乏资金问题，曾一度停工。直到2003年获得来自印度海军的租赁合约之后，俄罗斯才继续投入资金将其建造完毕。双方合同为期10年，共计10亿美金。可以说，印度又一次凭借超能力巩固了与俄罗斯的深度友谊。等等，印度既然能造核潜艇，为什么还要再租俄罗斯的核潜艇呢？我们注意一下时间点，印俄双方是在2009年签协议，2012年潜艇部署到位。那时印度的歼敌者号尚在攻坚克难的建造环节中，所以租借一艘技术水平不低的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多少有些偷师借鉴的意味。但谁知道后面等着俄罗斯的却是个大坑，印度将其拿到手后便取名为查克拉2号，开开心心在海里兜了几年风后，竟在2017年把它给撞了。事故发生地还是在该艇进出母港时所走的航线附近。往往这片海域附近的水文资料都是属于潜艇官兵最为熟悉的部分。纵观其他国家海军在进出港阶段的航行事故，基本都是船与船的碰撞事故，在家门口怼到航道上造成损坏的案例着实罕见。这次碰撞海底导致查克拉2号的声纳设备受损，印度自己又修不了这高级货，没办法，不得不让俄罗斯专家维修，经过6个月才修好。不知前去维修的俄罗斯人心里什么感受？就好比你借给别人的车，虽然对方花了钱租用，但出了门就给你撞了个稀烂，这心情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吧。不过你认为这样就完了？印度人表示当然不，这艘潜艇租期10年，原本是2022年4月归还俄罗斯，但印度却在2021年6月提前给送回去了。
俄罗斯此时心里感到隐隐不安，这租期还没到，怎么就匆匆的要还呢？该不会又出了什么岔子吧？这不查不要紧，一查简直要了老命了。原来查克拉2号在2020年4月份的一次巡逻任务中，一个布置在非耐压剑壳与耐压剑壳之间的高压罐发生了严重爆炸，导致舰身声呐与鱼雷发射系统严重受损，可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该起事故的认定依旧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在印度专家考察后，认为凭借自身技术很难完成修复，而如果再邀请俄罗斯专家前来修复，所需修复的时间至少为1年，花费可能要大于7000万美金。而查克拉2号攻击核潜艇的剩余租期还有2年，在归还前付出这么多，实在不划算。经过综合权衡后，印度海军做出了可进行简单修复，力保在水面航行不致沉没的状况下，提前10个月归还俄罗斯的决定。不得不说，印度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只是不知道这次俄罗斯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反正印度有超能力嘛，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因为在发生事故的2019年，印度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30亿美金的协议，继续租用另一艘阿库拉级核潜艇，合同期限同样是10年。该艇被重新命名为查克拉3号，将于2025年左右交付给印度海军。3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一艘阿库拉级核潜艇造价也就17亿美金，同样价钱至少可造2艘。傍上印度这么个大金主，舍得花如此大的价钱租借俄罗斯的核潜艇，即使撞沉了又怎么样呢？老子拿着钱再建一艘就是了。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印度海军潜艇部队的表现如何？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